1代为奴，3代为奴，哈哈，打死你，哈哈，也活该呀！哈哈，我穿越了，可别人穿越不是豪门子弟，也有个金手指，可以踏顶闪电。可我却穿越成了一个奴隶，差点被人打死。我不甘心，就这样死。我的金手指到这了。主人，醒醒！你是谁？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天地钱庄，我是管家小七。您是钱庄的第9任主人。你刚说我是第9任，那前8任呢？主人，您先坐。都死了，但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。他们都是莫名其妙死去的。看来这个金手指很有危险。现在的我什么都没有，也只能靠它了。永恒仙王、寒月仙子、太古尊者，根据原神记忆，这些都是仙神一样的存在了。小七，这些债主，你告诉我个开荒境的废柴咋去收啊？人家打个喷嚏，说不定我就嘎了。主人不必担心，天地钱庄可交易万物，您已继承钱庄一切权限。只要有人愿意出让天赋、寿命、宝物，您即可通过契约吸收、转化。万物皆可交易，万物皆有价码。小七，寿命也能交易啊？那我今年18，拿出5年，问题不大。这是天地钱庄的邀请函，心念交易内容，怀表自会跨越时空，寻找合适人选。想当年钱庄鼎盛时，100万怀表齐出，10万使者奔走。可如今物是人非，血色怀表也只剩这3个了。就他了，我用5年寿命换天地钱庄的第1桶金，启动的资金。主人，交易已发出，有客人响应，上门了。恭喜主人。寿命，我要寿命！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，只要再给我几年。李家一条上品灵脉，换你5年阳寿。同意便签下这份契约。好，我签。哈哈哈哈哈！契约已成，寿元已付，灵脉稍后自有使者去取。若敢违约，主人，钱庄终于迈出了第1步。是啊，小琪。快出来！不死的，快出来！出来！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！
送终，看今天谁给谁送终！不好，问到中期，他还没到大限。两个区区问到初期的杂鱼，也敢觊觎我李家？原来周家也不过如此。是李仙道，你不是被我打死了吗？李仙道，你全家都是我们家奴仆，你快让李家放了我们！枯燥，剩下的清理干净，我去里面等你。这就是李家的灵脉，转大。交易完成，你好自为之。哦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主人，太好了！灵脉注入，钱庄恢复部分功能。这座时间大殿可以调节内外时间流速，还有额外的100年寿命可用于交易。终于也到开荒中期了。没想到这交易也能给我带来灵力升级，而且有了可以交易的时间，下一步也能去清理那些不良资产了。主人，这是我能找到最弱的了，灵虚圣地。10000年前，其第10代祖师借走仙器天皇笔，代价是灵虚圣地为奴1000年，违约代价递增10倍。灵虚圣地，这些天我也了解了不少这个世界的实力划分。那可是万古圣地，有灵峰强者坐镇，我去要账，他们一根手指就能碾死我。您是钱庄主人，契约之力至高无上，他们无法让仙器真正认主，但您可以。必要时直接收回仙器，便是您最大的依仗。不过这样还不保险，100年时间，应该能交一点好东西。这里是天地钱庄，能交易一切。寿命，我需要寿命。100年寿命，代价是10万神元。好，但我需要时间筹措。先付定金。好，这是1000神元。那我就收下了。这简直神乎其技。尊者，神元凑齐后，我如何给你？交予我的使者，他正在前往灵虚圣地收债。灵虚圣地，正巧他们近日在举办灵虚法会，新掌教似乎要祭炼一件名为天皇笔的仙器。肯炼祭属于我的仙器，本来还想给灵虚圣地一个机会，现在看来没有必要。
又一个想拜入圣地的。年纪这么大才开荒，做梦吧！拜入灵虚圣地，今日之后，这里将易主。哎呀，这灵虚圣地人可真多呀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天皇笔。为何无法系列？拯救！救我！这是什么呀？这傻子胆子这么大！今日的光小产业种何死啊！你是何人？10000年前的故人。胡说八道！认识此物吗？不可能，这东西早该消失了。认识他就好。违约10000年，灵虚圣地该还债了。放肆！区区低阶修士也敢口出狂言，跪下！啊！为什么？仙气就护着他。借贷仙气天皇笔50年，代价是灵虚圣地为奴1000年，违约10倍惩罚，即为奴10000年。罗水，你认还是不认？是又如何？钱庄早已没落，杀了你，这契约自然作废。风罗，杀了他，我拦住天皇笔。啊！凌空巅峰，不可能！使者大人，需要帮忙吗？多谢阿庆姑娘，不必了。这区区井底之蛙，不知天高地阔。哼，没了仙气，你就是个废物！给我去死！死！这怎么会这样？这灵虚圣地违约，此地即今日起归天地钱庄所有，1日时间未离开者，死。多谢姑娘方才出手。对了，使者接下来有何打算？回去向庄主大人复命啊！这座地方还需要好好打理。
确实，怎么也是此地不小的一个势力了。还有，这是钱庄欠的99000神元，麻烦使者给带回去吧。在下告辞。有了这些神元，还有这处圣地，钱庄的发展根基终于有了，可以快速发展势力了。没想到这么小个圣地居然也有100万神元，看来不能小瞧任何人啊！小七，把这10块新的鱼饵撒出去吧。这些天灵虚圣地的各种法宝都转换成神元，可以看看能不能钓到大鱼了。主人，我们现在急需高级功法提升实力，但存放万界功法的万国书库被前任主人抵押封印了，需要一条极品神灵脉才能赎回。神灵脉还是极品的，这可比上品灵脉难搞多了。先看看客人能带来些什么吧。这里是何处？你们是何人？果然，这大笔神元到账之后，来交易的都是些踏虚境的强者了。天地钱庄可交易万物。哼，装神弄鬼，我什么都不需要。你的内心告诉了我，你需要神元，大量的神元，用于突破境界，延寿续命。这里真的能实现我的愿望吗？帮我复仇，我可以交易我的一切。主人，此次身负先知者天赋，万国罕见，务必拿下。说出你的愿望。我要复仇，天道宗名屠我全族，我要他血债血偿。我可以让你亲手报仇，代价是你的天赋。只要能手刃仇敌，这天赋给你又何妨？钱，仇人天赋，这据我所知，哪怕到元神境也难以做到啊！现在给你报仇的力量，借你1周，足以让你杀上天道宗，了结恩怨。现在轮到你了。我没看错的话，刚才那支笔被灌入的能量就来自神元。我要50万神元，代价好说。50万神元，足够支撑一个中型宗门100年用途。你能付出什么？我乃天道宗长老白帝天光明，我可以为你效力10年，不，15年。你的修为尚可，但价值不够。20年效力期间绝对服从，签下这份灵魂契约。20年，没有这神元，估计再有10年，我的大限就要到了。这区区20年的效力换50万神元，值了。很好，这是神元，去灵虚圣地，我的使者在那里等你，你听从他的吩咐即可。你就是使者？是我。庄主让我告知你，好生突破。突破之后去天道宗看看周天宇需不需要帮助。好，那我先去突破。终于突破了，增加100年寿命。这天地钱庄真是我的大机缘。天道宗，看来开始了，还好没错过。没土，滚出来受死！蝼蚁之辈也敢放肆！仙气，居然是仙气！仙气也救不了你！仙气神威，问道斩凌空，这可是整整横跨一个大境界。爹娘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第一个仇人死了！饶命！
求求你，周前辈，我错了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求你别杀我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要有老夫待天道宗之歉，这首恶遗珠可否饶这逆子一命？太上长老，此事恐难善了。依我看，当将所有与冥途罪行有深切关联者，交由这位逍遥处置，方能平息。罢了，就依白帝之言，相关人等一律交处。娘，小妹，我有的冤魂，请看，天宇今日报仇了。主人，请放松心神。融合过程会有痛楚，但一旦成功，您将脱胎换骨。退凡成了，从此我也算正式踏入修行路了。周天宇看来已经报了。是的，主人是准备让他成为第一位天使吗？此子心性纯良，正适合米迦勒的神格。恭喜主人，自从神元注入，得到神格，我们终于可以打造神族天使了。要知道，当年12天使凌空，哪怕神仙都要避让。我也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。仇报了，接下来呢？交易你的未来，即日起为我效力，如何？我还有未来吗？此乃战斗天使米迦勒之神格，融合它，你将获得新生，彻底告别过去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战斗天使米迦勒，参见主人。你便是我天地钱庄的锋刃。好，大和剑派。万年旧债，就它了。这大和剑气乃绝世剑典，若能收回，对主人修行一定大有裨益。好，米迦勒，你和天光明一起。遵令。属下愿往讨债。何方狂徒，敢犯我大和剑派？天地钱庄前来讨债。嘿，这是什么力量？阁下，天地钱庄的债该还了。该来的终究来了。本以为天地钱庄多年未出，我便存了侥幸的心思。我不是你的对手，杀了我吧！你的死活自有庄主定夺，跟我回去吧。是我的错，我认。庄主大人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希望不要牵累我大和剑派，一切罪责在我。背后，你违约万年。按规定，不仅你死，大和剑派也要除名。但我可以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臣服于我，融合另一枚原始神格，成为我麾下的大天使长。否则的话，就和大和剑派一起灭亡吧。我愿意臣服。大天使长加百列，愿为主人效劳。从今往后，你与米迦勒便是我的左膀右臂。天光明，你呢？是否愿意为我效力？主人之强大，亘古未有，我当然愿意为你效力。
你一身的修为不易，暂时也没有新的神格。签了这个契约，小七会给你资源，助你突破。原来如此，大道至简，万剑归宗。恭喜主人领悟大和剑气，突破问道。啊，真像你说的，这大和剑气果然玄妙无比，能够拓宽瓶颈，再加上时间大殿里的神元灌输，我才能连破3劫。还是主人天赋异禀，哪怕有外物相助，您也是钱庄有史以来进步最快的庄主了。相信钱庄在庄主的领导下，一定能再现神威的。好了，你别吹了。新客人到了，让我们去看看吧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妻子！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九尾天狐诞生，怪不得比吴天宇和他妻子踏虚境的时候，一个婴儿都诞生不下来。这可是真正的夺天圣体啊！可以救，但是需要你的精魄以及寿命为代价。你会丢命，你可愿意？我愿意，只要他们能活。夺天圣体果然神异，整个洞天之内我都感受到了天道的排斥。是的，不过天地钱庄不在天道管辖范围，只要主人将巫天宇的精魄稳住他的魂，再动用钱庄规则，便能让他顺利产子。巫天宇，是时候了。多谢恩公。不必谢我，这是你丈夫用命换来的。哎哈呼百花草，这是我族血脉，我必须带走。你说带走就带走，这是百花圣地叛徒之子，剑种必须死。两位别争了，这孩子我保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区区问道也敢来这撒野？二位踏虚中阶，一位踏虚初阶，这是什么势力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两位如何？就此离去，我也不会为难二位。老狐狸，联手！好！嘿，冒犯主人者死！嘿！不好！留下！不！谢恩公救我母女于绝境，灵儿无以为报，唯有铭记于心。待女儿长大，再报恩公今日之恩。好好带着孩子活下去吧，隐姓埋名，护他周全，便是对你父亲最好的告慰。以巫天宇和他妻子踏虚境的实力，一个婴儿都诞生不下来。小七，巫天宇之女身负九尾天狐异象，此因果似乎并未随交易结束而彻底了断。主人明察，九尾天狐乃上古大妖血脉，其诞生必引动天地气机，恐已引起诸多存在的注意。
而且我们杀了百花圣地与青狐族的人，想来他们也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无妨，债要一笔一笔的收，麻烦也要一个个解决。吹梅怀表因巫天宇的极致渴望与牺牲而生，或许能为我们引来另一位有趣的客人。我亲爱的皇姐，别再挣扎了，喝下迷魂汤，助我夺得皇位，你还能有一条生路。只有此物，我可博得一线生机。我的好弟弟，今日谁胜谁负，犹未可知。啊，不对劲啊！快来调查，生死无论！这里就是天地钱庄。是的，天地钱庄可交易万物，说出你的渴望。力量，足以让我获得皇位的力量。主人，钱庄可以用数十万枚神元，让他在数月时间保持踏虚巅峰战力。他是万龙皇室，而万龙帝国有一条极品神灵脉，可以帮助解开钱庄新的殿堂。我可以让你在1个月之内保持踏虚巅峰的战力，但代价是你万龙帝国皇室秘藏的3成。我答应，但你要先帮我解决眼前的危机。可以，你回去签下这份契约，我的使者便会帮你。吹梅怀表因巫天宇的极致渴望与牺牲而生，或许能为我们引来另一位有趣的客人。不对劲，他刚才突然消失又出现，一定有问题！快动手，拿下他！冒犯钱庄客人者，罚！好了，危机解决，我会借你踏虚后期的力量，不要忘记契约。我的好弟弟，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。主人，新的殿堂是钱庄藏书之地，被称为万国书库。除了极品神灵脉，还需要锁魂术。此物1000年前被其掌教花明月借走。百花圣地是之前杀的那个百花草的宗门，果然是一丘之貉。是的，其掌教当年契约，借锁魂术100年为其突破太虚，但最后他也没能突破，反而把自己弄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邪物。哼，让天光明去一趟吧，他刚刚突破，而且他的功法正好克制邪祟。收了情丝，断绝妄念，方能一心修行，早登大道。放开我！我不要！凭什么剥夺我们敢受爱的权利？哈，小丫头，由不得你！歪门邪道，强迫他人意，断人天性，这便是贵圣地的修行之道吗？大师姐，大师姐救我！胆敢闯我百花圣地，来人，拿下！半步元神，踏虚巅峰。我是代表天地钱庄讨债而来，速速归还锁魂术及万年珍宝，请花明月圣主现身。什么天地钱庄？我没听过。锁魂术乃我圣地至宝，正派根基，岂容你觊觎？哼！花明月，你因自身情伤，心理扭曲，竟用锁魂术祸害门下弟子万余，美其名曰绝情道。你抽取自己亲生女儿花一罗情丝时，何曾有过一丝愧疚？什么？师父，她是我母亲？住口！男人皆薄幸，情爱皆虚妄。我是在保护他们。执迷不悟！
我有个外号叫白帝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有帝国，白净。你们帮我，我是圣主。基罗，我是你娘啊！夺魂术乃天地钱庄之物，今日收回，尔等被剥夺之情丝，不日将自行返还，望尔等好自为之，寻回本心，方是正道。小杰，这就是你说的锁魂术，事关下一个钱庄新的大殿，书山有关是吗？是的，主人。很好，现在就差极品神灵脉了。米迦勒，加百列。多亏主人不惜神元救助我等，此次才能突破。神元确实也不多了，走。何人闯入？恭喜女帝大人，我是代表庄主大人来告知您，您的愿望已经达成，该您履行承诺了。好强，这就是天地钱庄吗？两位不弱于我借来的力量，这估计比皇宫里那些必死关的老祖宗们还要强上一分。当然，使者大人，请随我来。使者大人，这就是我万龙帝国的宝库，大人您可以随意取用。我万龙帝国宝库的3成，就算你们都是踏虚巅峰，一次也拿不走多少。好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虚空传物吗？真是神仙手段啊！这钱庄主人，他也不是仙界大能吧？好了，女帝大人，钱庄按照契约收走了3成财物。合作愉快。小七，来吧，万国疏虎给我开！是，主人。不愧是万国书库，有了这些，实力必然再进一步。主人，如今钱庄兵强马壮，万国书库也已回归。接下来是该向九天十地收回那些拖欠已久的旧债了。没错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相信主人一定能让钱庄再次光耀万界。喂，人类，你们这地方太小了。哦，伪神境，这是已经接触到仙人门槛的天地生灵吗？你想交易什么？我想变成人类，请您成全。以你的手段，随便找个人类强者寄生应该不难吧？那不一样，我要的是能修炼、能成长的完美身体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感悟你们人类的道，从而助我成就真神。主人，答应他。第8任主人当时就想和他交易，已经准备了一具天灵圣体的早夭儿，最适合他了。这里可以给你找到你能完美适应的身体，那么你能付出些什么呢？我可以付出我的儿子。啊？啥玩意儿？卖儿子？都成神了还卖儿子？没点别的好东西啊？不过我记得书里说过，天生地养的神级生灵不是无法繁衍吗？你儿子，不是说天生地养的神级生灵无法繁育的吗？其实也不算我儿子，我只是把他们当成我的后代。
我研究了一个能抽离火焰世界本源和我精血创造出来的火精灵，10000个，给你10000个火焰精灵，个个都堪比踏虚。10000个，让他们消耗巨大呀。不过小七说你也算是老顾客了，给你个优惠价，10000个火精灵，完美身体给你使用100年。10000个堪比踏虚的火精灵，换100年身体使用。你抢劫呀！在这100年里，如果你没有成为真神，那么我便倾尽家财助你，如何？好吧，成交。领主爽快。来，这具天灵圣体的躯壳，你是否满意？果然还是得天地钱庄啊！不枉我等了100年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先走了，100年后见。主人，巫仙儿那儿好像出事儿了，怀表发来了动静，主人是否见他？我记得那只九尾狐，果然交易未结束啊！走，去见见他。多谢庄主大人。你是如何知道钱庄的？你的母亲呢？正是家母告知。家母说我出生之时，多亏钱庄使者相救，我才能活下来。家母已然离世，她将全部修为都给了我，并且把钱庄信物给了我，只为让我逃离狐族的追杀。明白了，那此次前来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变强，只要让我变强，去找青丘狐族报仇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签了这个契约，我会给你想要的。小七，你带他去万国书库吧，我记得里面有一本《天狐秘典》，是他们狐族至高法诀。巫仙儿，如果你能忍耐住寂寞，把此功法修炼大成，我想整个妖狐一族都怕是要奉你为祖。谨遵主人之令，仙儿必不负众望。主人，去一趟丰都。主人，这幽冥丰都在鬼域，怕是不好追寻到。那阎君也是踏虚巅峰的存在，我怕我一个人无法完成收债任务。你的功法对幽冥有克制之力，我会再赋予你一道蕴含光明圣力，专克幽冥之力。纯粹的光明之力，以我的境界都差点灵力不稳。君，我们可以好好算算之前的账。黄泉明灯借给他们的代价是10万圣魂。还有他们秘境往生池要对我们开放使用，都要回来。卑职定当完成任务。生人气息，竟敢擅闯冥府！拿下！北境领域。百弟，你又来找死，真不怕城主大人灭了你吗？让他出来，告诉他天地钱庄来讨债了。城主说了，
欠天地钱庄的明灯可还，但10万生魂没有，可用3生石感悟3次替代。往生池只能开放10年。不行，需要按合同全额支付，否则就亲自和他去说说了。我给，马上给。稍等。要命啊！城主大人还让我谈判谈判，这再谈下去，我就要被直接灭掉了。持此令牌，可自由出入往生池。哼，乖乖早点履约，不就不用这么麻烦了？天地钱庄，传说中祸乱3界的存在，又重现世间了。主人，任务完成。往生池100年权限已取得。做得很好。幽冥丰都态度如何？没有见到阎君，他手下的判官代替他来的，还想讨价还价，被主人赐予的神圣之力笼罩，吓得不敢造次了。黄泉明灯可召魂魄本源，10万生魂更是纯净。钱庄底蕴又厚一分。王明，你可去往生池畔修行，感悟生死轮回。下一步，该为入圣做准备了。元神之下，皆为刍狗；元神之上，与天同寿。主人，魔渊位面，深渊大公阿木纳，3万年前借走混沌核心碎片，代价是镇压魔渊一次血潮暴动，并献上3具古魔尸骸。他完成了镇压，但尸骸一具未复，严重违约。混沌核心碎片，此物有何特殊？碎片蕴含混沌本源之力，可同化亦能衍生万物，极其危险珍贵。阿莫那继而不还，显然是想吞噬其力。吞下去也得吐出来。米迦勒、加百列，命你2人带领天火军团前往魔渊，向深渊大公阿木纳讨回混沌核心碎片，并索取3具古魔尸骸的违约代价。魔渊，混乱杀戮之地，不可大意。阿木纳已是化神大脑，虽然你们有天火军团，但是也要万分小心。魔渊坐标飘忽，钱庄之力只能将你们送至外部，一切小心，事不可为，速退。天地钱庄使者，求见深渊大公阿木纳，前来讨还旧债。哼，天地钱庄，竟还能听到这番话？为了那碎片而来？混沌核心碎片及3具古魔尸骸，履约。履约。碎片与本王本源如何？至于尸骸，没有。天火军团听令，上！狂妄！元神之下也敢造次！钱庄怎么比数百年前还要强大了？碎片、尸骸，否则下一剑斩你本源！够了，我给，我给！很好，天地钱庄，既然如此羞辱我，那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主人，任务完成。
辛苦了，做得很好。不好，这碎片在主动发送坐标信息。看来我们被盯上了，来自更高层面的目光。主人，那股波动虽然被压制，但位阶极高，恐怕已经传出去了。无妨，兵来将挡。传令，全员戒备，下白列加强钱庄外围警戒。米迦勒、天光明随时准备战斗。主人，测试到异常空间波动，有东西在强行定位，他们在靠近钱庄。真的还在！方才那丝混沌本源波动源自此处，交出来！来者何人？报上名号。天地钱庄之物，其实你说要就要。区区下界钱庄，也配问我等名号？我等乃巡田禁卫，追踪混沌异动至此，消除波动之源。以判例论处，差评此地。哼！好大的口气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哼，冥顽不灵，拿下！搜查钱庄！啊！神圣壁垒，守护！哼，天地钱庄，我们记下了。混沌波动之事，不会就此罢休。走。主人，那些家伙好强啊，什么来头？巡天禁卫，古籍灵心记载，是神仙在人间的代言，负责巡查诸天，处理异常，权力极大。他们对混沌碎片极其敏感。此事恐怕难善了。兵来将挡，经此一事倒是给我们提了醒。9天10地之外，还有更广阔的天地，更强大的敌人。钱庄的复苏注定不会平静，我们的讨债之路不会止步。诸位，加紧修行，真正的风雨恐怕才刚刚开始，但前方的阻碍将会超乎想象。主人。巡天禁卫虽退，但必会卷土重来。我们需要尽快提升整体实力。单靠我们几个，终究势单力薄，是时候发展一些外围力量了。之前那些怀表可有新的回应吗？有一枚怀表找到了一个有趣的人选，并非求助，而是寻求合作。哦，合作，有点意思。那就见见吧。在下乃天机阁莫恒，久闻天地钱庄大名，今日特来寻求合作。天地钱庄只做交易，不谈合作。阁下的钱庄重现世间，连巡天禁卫都被惊动了，想必需要情报。客套就免了。我们可以为钱庄提供所需要的情报，乃至巡天禁卫的动向。代价，我们需要钱庄在必要时提供武力支援，应对一些我们不便直接出面的麻烦。此外，希望获得优先交易权。情报准确及时，武力支援视情况而定，钱庄有最终决定权。爽快，这是第一批情报，关于幽冥丰都的近期异动和魔渊阿木纳的后续反应。诚意十足，合作愉快。小希，与莫恒先生签订契约吧。主人，与他们合作无异于虎谋皮。天机阁情报网络确实强大。互利互惠罢了，
我们需要眼睛和耳朵，况且这份情报很有价值。根据天机阁的情报，幽冥丰都因为上次讨债，内部对城主不满之声渐起，而深渊阿木纳正在暗中联系其他深渊大国，试图报复。主人，那我们是否需要先发制人？不，我们换个方式。光明，你持我手令，再去一趟幽冥丰都。请主人明示。去见见那位判官，告诉他，钱庄可以支持他取而代之，代价是幽冥丰都需要成为钱庄的附庸，按时缴纳贡phẩm。属下明白。米迦勒和加百列，你二人也必须尽快突破元神。是。白帝再次驾临，所谓何事啊？主人认为丰都现任的城主昏聩，不识时务，需要一位新的城主主持大局。他看中了你。此言当真？代价是什么？效忠主人，钱庄助你登上城主之位。属下愿效忠钱庄主人。静候时机，听从指令。主人，幽冥判官已接受契约，表示愿效忠钱庄，只待时机。很好，时机可以由我们来创造。小七，天机阁那边关于幽冥丰都近期可有重要活动的情报吗？有，3日后，幽冥影都将举行万鬼朝宗大典，招收城卫军。阎君会于轮回台宣讲。就在那时，光明，你和米迦勒、加百列一起袭杀阎君。是。幽冥阎君，你在丰都为主1000年，却让幽冥堕落，数百年都无元神境诞生，只因你擅妒，残害天才，天地钱庄前来清算旧债，并问责你之罪，你可认罪？放肆！区区钱庄走狗，搅扰大典，还敢在此胡说八道！人拿下！好！哼！阎君昏聩，招惹强敌，置我幽冥不明，我等当责明主，不耻之徒。幽冥之主该换人了。我愿奉钱庄为主。即日起，幽冥丰都尊天地钱庄为主，旧债一笔勾销，岁贡依新约。谨遵法旨。主人，幽冥丰都以内还有很多投效过来的人，已经在天光明的统领下组建了幽冥军团，我们的实力更进一步了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该处理魔渊这个隐患了。天机阁关于阿木纳的情报如何了？阿木纳联络了3位深渊大公，正集结力量，似乎想主动进攻钱庄。那正好，一劳永逸。这次不必等他们来，我们主动。主人，天机阁最新情报确认，阿木纳成功联合了贪婪大公马门、毁灭大公萨麦尔、欺诈大公莫斯提马，4位大公皆是元神境化神期。主人，
请让我率领天火军团为先锋，必斩阿木那首级，献于座下。此战非同小可，乃是立威之战，我将亲自出征。米迦勒、加百列、天光明，在。点齐天火军团、幽冥军团，随我兵发魔渊。主人，万事小心。放心吧，出发。你们竟敢踏足魔渊，很好，先杀了你们，再攻入钱庄。天地钱庄赢得宝藏不是？说好了，这些宝藏我要5成。杀！哈哈哈，多么鲜美的灵魂啊！阿木纳，我乃钱庄使者，本念你魔修化神不易，只收你本应交付的债务，却不想你怀恨在心，还想对钱庄出手。哼，弱肉强食是深渊的法则，你们弱就不要怪别人出手。好，那今日我便让尔等知道谁才是弱肉。一统幽冥之后，钱庄道运已成，小鸡终于把钱庄真正的法宝黄金算盘给解封出来。这一战正好试试它的威力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违约利息今日一并清算。钱庄麾下听令，杀！杀呀！我很奇怪，从你身上的气息来看，你只是个差虚境，为何如此冷静？你想知道啊？正好，用你给这件至宝接个风。啊，这是什么力量？为何能克制我的本源？锁。不好，这是仙气，而且品阶肯定不低。那居然这么快就败了，这等宝物要在我手该多好！别做梦了，快走！再不走，等他杀了我们也跑不掉。啊！现在该算算你们的账了。不关我事，是阿木那骗我的。他说你们要攻打魔渊。错了就是错了，犯错就要受惩罚。即日起，魔渊臣服于天地钱庄。阿木纳打入深渊牢狱，囚禁万年。马门、萨迈尔、姆斯提马，你三人编入他的势力，每年向天地钱庄进贡指定资源，若敢违约，灰飞烟灭。遵命，主人。走。主人，经过钱庄本源恢复和魔渊之战的加持，下界最为棘手的一个契约，咱们可以去看看了。借款人玄冥天尊借走造化玉蝶的碎片，到期之后附上玄冥大世界10万年契约，并为钱庄做3件事。造化玉蝶，传说中蕴含大道本源的至宝碎片。是的，这玄冥天尊我记得借这个就是为了突破成真仙。那他成功了吗？借款人如果死了，造化玉蝶碎片会自行飞回的。但显然他没死，还强行留下了造化玉蝶碎片。也就是说，这位玄冥天尊至少是地仙巅峰，甚至是成仙。他可能赖账，也可能
根本没放在眼里。我那8位前任死于谁手也不好说。小七，既然这位玄冥天尊和钱庄做了交易，那我们是否可以直接传送过去？可以的，不过会很危险，毕竟他的实力太强了。有算法护身，问题应该不大，而且这是必须要去的地方。我能感受到来自天上的目光已经落到钱庄身上了，我们必须快速成长。来这里已经1个多月了，这玄冥天尊打听的还是太少了。被发现了！主人，是仙道印记，我们被标记了。无妨，至少我们知道了。这玄冥天尊不仅活着，而且强得超乎想象。这笔债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主人，那道仙道印记镜子如同复古之躯，正在缓慢侵蚀钱庄的外层防御，试图定位我们。主人，我们只有1年时间，1年后，玄冥天尊很可能亲自降临，或者派出仙使。被动防御绝非良策，必须在这1年内找到抗衡甚至反制仙界力量的方法。小七，调出钱庄所有关于仙界、仙力、造化玉蝶的记载，哪怕只是只言片语。同时分析混沌核心碎片力量的本质，它与仙力有何异同？是。另外，主人，天机阁阁主墨恒发来紧急传讯，请求见面，言及仙界异动。哦，看来我们的天机阁盟友也嗅到味道了，请他过来。李庄主，事情恐怕闹大了。我阁监测到仙界壁垒附近有异常波动，一道强大的仙念似乎在搜寻什么。结合贵庄最近的动向，莫非……不错，钱庄正在处理一笔来自仙界的陈年旧债，不慎引起了债主的注意。仙界之债，李庄主，这未免太过凶险。仙界之力，非我等下界所能揣度，所以更需要天机阁的帮助。我需要一切关于玄冥天尊、玄冥大世界，以及如何安全通往仙界壁垒的情报。价钱嘛，好说。此事牵扯太大，我需请示阁中元老。故我私下可提供一条绝密信息。据古老卷宗记载，下界欲通仙界，除飞升外，尚有几条近乎废弃的古仙路可能存在，但皆凶险万分，且入口飘忽。古仙路，很好，这条信息价值1件极品灵宝。多谢庄主，我这就回去尽力周旋，争取更多的情报。古仙路，玄冥天尊，造化玉蝶，1年之期，看来必须冒险搏一搏了。古仙路记载残缺，走量难寻，但这道仙道印记既是锁链，也可能是路标。主人，逆向推演印记风险太大，如同引火烧身。风险与机遇并存，我们需要一个能承受空间撕扯的冥界，就用这古魔尸骸。
神识分化，记名血。主人，是古仙路痕迹。记录坐标，探测稳定性。撤，此路不通。有守卫，报！主人，损失一具古魔尸骸，但确认了古仙路方向，并捕捉到另一股古老仙灵气息。很好，此路非玄冥所辟，仙界亦非铁板一块，我们的策略可以变了。此气息古老寂寥，与玄冥的煌煌威压截然不同。是一位被遗忘的古仙，或许是玄冥的对立者。主人，与未知古仙接触，祸福难料。危机并存，我们需要一个信使。有任务当信鸽，但也是你的大机缘。探路，我怕我会烧成灰啊！不需要你付出什么了，只要以此气息在外围释放，立刻返回就可以了。报酬呢？免除你200年的劳役，若你成功完成，回来之后我助你彻底炼化人身。干了！主人，没动静啊！晋升，仔细感应。我感觉整个宇宙都在看我。收回残留，立刻撤退。主人，此存在自称轮回殿主，执掌古老轮回权柄。他与玄冥天尊因造化玉蝶碎片反目成仇。果然如此，仙界的裂隙正是我们的机会。接下来和这位店主做笔交易。轮回殿主与玄冥因争夺轮回权柄决裂，受损缠绵。与此等存在交易，风险远超魔渊。机不可失，我亲自以契约法则为桥，发出交易邀请。期间钱庄最高戒备。是。契约为桥，因果为引。去。天地钱庄李仙道欲交易，助阁下苏醒，代价是联手向玄天明讨债。天地钱庄，魏王，玄天明，叛徒，助我苏醒，谈何容易？钱庄可交易万物，阁下所需何物？世界本源、太古神源，还是完整的轮回法则？你知我所需，代价：一，玄冥手中碎片归我；二，苏醒后应允钱庄3个不违背原则的条件。我立太古血气，大道为证。成交。主人，成功了！成功了。下一步，准备唤醒他的礼物——大量纯净的轮回之力。
是时候让幽冥地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了。收集轮回之力，若抽取幽冥本源，恐伤根基。新任阎君未必愿意。非是抽取，而是收集逸散能量，净化恶魂的魂能，超度亡灵的往生之力，皆可转化。需要幽冥地府全力配合布阵。照着明显，轮回重地，稍有差池。阎君，钱庄助你登位，此阵于轮回无损，反助秩序，你想违约吗？不敢，属下遵命。此事若成，地府供奉减3成，收集之力分1成滋养地府本源。多谢庄主。主人，第1批收集完毕。按此速度，1年内可凑齐初步分量。很好。下一步如何安全送达？或许可借玄冥自己的印记一用。主人，以混沌模拟攻击，诱导印记反击，趁机注入轮回之力，时机太难把握。富贵险中求，借他的眼睛送我们的礼。米迦勒、加百列，届时助我稳定通道。遵令，遵命。现在。圣光屏障，隔绝，隔绝。撤！主人，成功了，轮回之力送出了。通过全天灵的印记送来，有趣的小家伙。礼物收到，继续。他收到了，加快收集，同时寻找玄冥自身的弱点。天机阁发来消息了，玄冥崛起前有一生死大敌兼挚友，叫云尘子，供他秘境后为玄冥生还。云尘子下落不明，看来这个云尘子就是关键，玄冥的道心必有裂痕。有了它，或许可寻其转世或残留，通过轮回之力，在茫茫轮回中感应其痕，加大轮回之力收集。我要侵入轮回之深处搜寻。溯本追源，寻踪秘迹。起，找到了。主人，那里轮回法则不全，是被人干扰过的死角。玄冥，玄冥，为何？我非玄冥，我乃天地钱庄之主，为你了结执念而来。主人，执念与洞天融为一体，无法带走，此地将崩。标记坐标，传与轮回店主，或许他能稳定此地，沟通执念。
云城，玄冥境囚体于灵魂死角，万事不得超生。后悔，此执念会化作利剑。继续输送轮回之力，本座需要稳固此地，联系执念。玄冥，你的弱点找到了。主人，轮回殿主已初步稳定云尘的执念，执念中对玄冥的怨恨是极佳的情绪燃料。还不够，单纯的怨恨很容易被玄冥察觉，甚至反制。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东西，比如被背叛的道义，以及对往昔情谊的追忆。我要将这些情绪与云尘子残留的本源精气结合，炼制成一枚针对玄冥道心的问心之刺。此计大妙，但炼制此物需极其精微的情绪操控和法则凝聚。无妨，万国书库中有相关记载，时间大殿足以支撑。在此期间，轮回之力的输送不能停，这是维系与轮回殿主合作及麻痹玄冥的关键。是。云尘子，唯有在这时间大殿，才可引出你的清醒。出来吧，吾将手刃如之仇敌，执念碎片。成了，云尘子，与我一起吧。问心之刺炼成了。主人，这就是问心之刺，好隐晦的力量啊！它不具实体攻击力，但却能无声无息地融入仙道印记，随其与玄冥的联系，直抵其道心深处。触发之机在于他情绪波动或全力催动仙力之时，如何将它送入印记且不引起警觉，这才是关键。主人，天机阁密报：玄冥大世界3月后将于齐天圣坛举行万年庆典，玄冥天尊极可能降下投影或仙域，届时仙道印记活性必达顶峰。好，时机到了，就在那时，借他庆典引动的仙力洪流，将这枚问心之刺送还给他，作为他万年庆典的贺礼。开始了。主人，心道印记已开始活跃，与玄冥大世界的联系正在加强。诸位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是。只要将他们的力量集中于一点，模拟一次微小的空间涟漪，
我就可以将问心之刺附着于仙力回流的波纹之中。成败在此一举。种子已经种下，玄冥天尊期待你道心失衡的那一刻。届时便是我们连本带利收回一切之时。主人，问心之刺已成功附着于仙道印记，并随仙力回流潜入玄冥大世界。静待时机便可。此物并非剧毒，而是引子，需等玄冥自身心境出现裂痕，方能奏效。我们眼下需要继续积蓄力量。小姐，万国书库的更高权限封印需要何种条件才能解开？回主人，需要至少3种不同属性的先天本源之气。或者一道完整的世界意志认可，前者可遇不可求，后者更是难如登天。先天本源之气，火源之气也可以去找火焰领主。幽冥大概率有太阴本源，至于第3种，这碎片蕴含混沌，可演万物，或能模拟出一种。但终究非是天生地养，恐有瑕疵，看来还需要在交易中留意。这里有异常的空间波动，并非魔元气息。嘿，哈！好精纯的力量，似乎与周天星辰呼应。此地看着像是曾经的古战场，或许是某位陨落星君遗留。此物或对主人有大用处，带走。哼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还以为这最后一枚本源得费不少功夫。主人，这是极为精纯的星辰本源，是先天本源之气的一种。辛苦二位了，快下去休息吧。主人，接下来只差火源之气与太阴本源了。火焰领主那好说，至于太阴本源，看来需要再深入地府一趟了。恭迎庄主大人。庄主，太阴本源维系着地府部分根基，若抽取过多，我并非是强行抽取，而是以轮回之力与之交换，并布下聚阴大阵，助其缓慢恢复。长远来看，有益无害。太阴本源幽风神作，似乎并未排斥。此地就要镇府自行运转，这期间还需你派心腹看守，勿让外力干扰。
属下遵命。主人，3种先天本源之气已齐备。好，以此3气，开启书库更深层的封印。